男人穿到了一本耽美文中，成了众人眼里顽劣不堪的季家二少爷，而且还要跟3个权势滔天的男人抢爱人。主公1号乃是手段狠辣、善弄权术的世家继承人，副攻2号是表面温润，实则心思难测的隐蔽，备胎宫3号是叱咤商界、手腕强硬的传奇霸总，同时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其他3个宫竟都能听见他的心声。此时被保镖丢到卫生间的季听，一边刷牙一边在脑中把剧情整理了一遍。这本书讲的是4个性格迥异的宫为主角兽争得头破血流的故事，而季听是其中最镶边的那个。他虽然和主角兽是青梅竹马，但他私生子的身份见不得光，且性格叛逆、幼稚、不懂隐忍，处处被宫3号季彦直踩在脚下。而季听在原书里仅有的几次高光之一，就是主角兽躲在海城时与他意外相遇，被他短暂救赎了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穿书的时间点正好是跟主角兽碰面后的第2天，所以他是目前为止唯一知道对方在哪的宫。而客厅里那个怨气冲天的季彦直，就是第一个来质问他主角兽下落的人。此时季彦直冷着脸走到浴室门口，看到正在刷牙的季听时，脸色一黑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我让你们伺候他洗漱来了。”保镖面色为难，刚想开口，季听却把擦完嘴的毛巾递给他。清醒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既然我愿意配合，等于变相在为你省力。季彦直没想到季听会这么回答，不禁怒极反潮：“那需不需要再来一杯蜂蜜水？”季听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后点头：“好，谢谢。”话音落下，季彦直和2个保镖都是一凛。二少这是发现了个新的作妖套路吗？居然把季总当佣人使。季彦直冷不丁的笑了一声：“季听，我现在想问你问题，还得先把你伺候舒服了是吗？”就在他决定让对方重新尝尝记性时，季听的声音却冒了出来。季彦直今天的衬衣领子出现了褶皱，领带是跟昨天的同一条，西装外套上蹭到了墙灰，他有重度洁癖，这些细节应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所以季彦直应该是拖延了公司的事情，连夜飞过来找我问话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证明时间紧迫的是他。综上所述，我才是被囚的那方。季彦直一直盯着季听，清楚的看见对方嘴巴没动一下，他神情不见任何端倪，心脏却在失速般的跳动着。他确信这是季听的声音。这个私生子平日骄奢淫逸，游手好闲，未曾想心思竟这般缜密。如果他听到的一切不是幻觉，那还真是小看了这人。2个人心思波谲云诡，一旁的保镖们却茫然相觑。季总跟2少怎么突然都不说话了？季总不会是被气懵了吧？季彦直抬眸出来，季听走出卫生间，依旧是情绪稳定的模样。我身体不舒服，只给你1分钟时间阐述你的问题。季彦直心里冷笑一声，那如果我的问题在你规定的时间内说不清楚呢？季听顿了下，抬头看向他，1分钟都说不清，看来季彦直智商发育有问题，智商有问题。季彦直拧起眉心，眸中的火光近乎凝成实质。这时季听忽然抬眸看向门口，同时心里说了声时间到了。此时房门忽然被敲了2下，季总，秘书快步走到他身边，压着嗓音：法院、海关、税务3个部门联合下达调查函，要求集团立刻封锁分公司财务，我们时间不够了。季彦直蓦地一顿，无数种猜忌瞬间涌上心头，他用从未有过的复杂眼神看向季听，最后咬着牙命令道：今晚8点之前你必须回老宅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我晚上看不见你会是什么下场。说完后，他快步带着人离开。回到车上，季彦直吩咐道：帮我约一个主治幻听方面的神经科医生。秘书意外的愣了下，好的，季总。此时季听站在窗户边缘回忆书的内容，季彦直只是这本书里的第1个看，其他几个备胎宫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针锋相对的抢夺战他肯定不会参与的。与其被卷入到剧情的乱流中，不如从现在起就独善其身。屁股的绞痛再度泛起，季听收回思绪，准备下楼买点药。走出巷口，季听的视线忽然停在了街拐角的一辆商务车上，差点忘了季彦直后面还有个跟踪狂。车上的人被他忽然投来的视线吓了一跳，这个季二不会发现我了吧？季听装作没看见，走进一间药店，买完药出来后，一个人站在路边若有所思。昨晚季听喝得酩酊大醉，是因为他想把主角兽从海城接走，却惨遭拒绝，所以备受打击，借酒消愁。在原书剧情里，为了营造烂俗的修罗场，那几个手眼通天的宫查不到主角兽的下落，却偏偏笃定他知道主角兽的线索，所以轮番上阵。也就是说，季听只要1天不说主角兽的下落，就会不断被这群宫强制骚扰。宫3季彦直已经应验了，宫2派来的人正在那辆车里等着他。季听垂下眸，这种烫手山芋要早点抛给其他人。几分钟后，季听径直走到商务车旁，他抬手敲了2下车窗，过了足足10几秒，玻璃才一点点降了下来。男人露出疑惑的表情：我不认识你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季听抬手递出一张纸条：陆延初想找的人在这。男人心一慌，结巴起来：什么陆延初？停，去交差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季听转身就走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旅馆大门，男人才忽地回过神。他拿起纸条打开一看，上面写了一处海城市的地址。男人不敢耽搁，赶紧掏出手机：陆哥，季二他竟然直接把地址给我了。隔天中午，季听接到电话：您好，我是总裁秘书室的方姐，季总想在午餐时间跟您见面，司机再过1刻钟会去接您，他找我有什么事？抱歉，季总没有明确交代。季听不太想去，他觉得季彦直就像一个原子序数极大的化学元素，稳定性极差，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秘书，因为如果他不去，以季彦直的脾气，很有可能派人把他架走。中午，季听抵达世力集团总裁室后，季彦直眼睛都没抬一下，依旧看着桌上的文件，自己找地方坐。季听挑了处离他最远的沙发角落，两兄弟间像隔了条银河。季总，午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季彦直从桌前站起，走到沙发旁。季听，过来吃饭。季听沉默2秒，违心道：我不饿。我问你饿不饿了吗？暴君。季听心里给出评价：你叫我来公司就是陪你吃饭吗？季彦直习惯性的冷讽：陪我吃饭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或许是为了反驳他，季听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把你想要的地址给了陆延初。季彦直死死咬住后槽牙，胸膛在深呼吸间来回起伏。为什么给陆延初？因为他人品可靠，情绪稳定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季彦直半笑不笑的喝了一声：你觉得陆延初这么好，那你去当他弟弟啊？季听默默看了他半晌，叹了一口气。季彦直心里年龄有点低。季彦直眯起双眸，用怀疑的语气问道：季听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心里骂我了？季听坦然的摆手：没有事吧？季彦直冷笑着指向桌子：那你就把这2份午餐都吃了，剩一口你都别想回家。季听微微皱眉：你这是借机报复？我这是教你粒粒皆辛苦。说完，季彦直就
转身去了秘书室，不知交代了什么，但他很快就回来了。进门时，他看见季听已经打开了一个餐盒，见他过来，还把另一个朝他这侧推了下。季彦直垂眸扫了一眼，怎么，你这是求饶吗？季听沉默片刻，不想跟他幼稚的争辩，两盒太多了。季彦直唇角微不可见的提了下，这次就放过你，吃吧。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同桌吃饭，吃着吃着，季彦直发现季听偏食的厉害，蔬菜一口不吃，肉菜空了，索性就干嚼米饭。季彦直看得恼火，但又不想管这些臭毛病，干脆眼不见为净。不久后，秘书走到桌前，放下一页纸，这是您刚让我查的陆延初先生这周的行程表。季彦直扫过纸上的内容，眉头渐渐缩起。以陆延初的性子，拿到地址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去海城，找到人后安排妥当才会放心。就算动作再快，至少也会空出3天时间。可纸上的公开行程排得满满当当，一项也没取消。季彦直双眸微眯，难道陆延初没去？他越想越气，神情乌云密布。你有没有想过把地址交给别人的后果？整个总裁室安静了几秒，季听仿佛读懂了他的表情。你想干什么？季彦直冷笑一声，你既然选择了陆延初，想来也做好被教训的准备了。他按下呼叫器，保镖和秘书很快到场。季彦直指向季听，把他的手机和车钥匙全收了，从今天起没我的允许，一步都不许他踏出家门。是。2个保镖上前架起季听，迅速带离总裁室。季彦直冷声吩咐秘书找几个名校的家庭教师，每天按高3课程表给季听上课。你不喜欢上学，整天游手好闲是吧？好啊，那干脆就2次备战高考吧。被季彦直关起来的第4天，房外传来管家的声音：二少爷，到上课的时间了。季听淡淡朝门口望了一眼，他原本以为对方只是想用禁足来惩罚他，但显然他低估了季彦直的幼稚。势力集团的大总裁竟然换着花样请补习老师来给他上课。季听一开始不明白这是什么惩罚方式，但联想到原主那极度厌学的性子，这无疑是地狱般的折磨。但传书前身为科学界启明星的他又怎么会怕这些呢？想到这，季听垂在身侧的手指拳了拳。这季彦直不仅心理年龄不高，控制欲还极强，报复手段更是层出不穷。由此看来，脱离季彦直的掌控才是首要。几天后的晚上，季彦直吩咐一旁的佣人把季听叫下来。10分钟后，季听下楼来到了餐厅。他进来时发现餐桌上全是他讨厌的素菜，整个人愣了一下。今天季家是搞什么斋戒吗？季彦直抬眸扫了他一眼，几天没见，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季听淡淡的回应。应对病态控制狂的方法，就是被害者不给予反馈，掌控的快感被剥夺，久而久之就会变得索然无味。听到这句心声，季彦直差点没气笑了。感情他请老师来家里上课，盯着人不让出去鬼混，在季听眼里他倒成了变态了。季彦直抱起手臂，没话说是吧？既然你理直气壮，那就谈谈第一个老师说你作弊是怎么回事。季听皱起眉，语气略带不悦，我没有作弊，我只是卷子答了满分。季彦直冷笑一声，你不靠作弊就能打满分，那我还给你请家教做什么？季听双眸睁圆，难道不是你为了罚我吗？季彦直冷笑一声，数学老师为什么口口声声说教不了你？他说我有一道题的公式列错了，我说没错，因为这道题所涉及的望远镜猜想以后是会被推翻的，现在都能预测未来了是吧？季彦直的耐性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却还是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今天那个新来的。季听平静的回复，我和徐仁探讨了一下实验，他是临时有了实验方向，所以回学校了。季彦直看他张口就来，不禁皱眉，这么说来是他自己要走的。你知道我1节课给他多少钱吗？这与钱多钱少无关。季听虽然在解释，但语气依旧平淡。一个明确的实验方向对于他的课题研究很重要，换作是我也会马上赶回实验室，换作是你，季彦直觉得更可笑了。你一个高考总分98的学渣，什么时候学会跟好学生将心比心了？季听唇瓣微张，最后却沉默地抿住了嘴。分数低到这个程度，确实没有什么反驳点。季彦直眉眼结了一层冷霜。季听，我看你这辈子都不想出去了是吧？季听沉默了，看着满桌的绿叶菜，他敛下眼帘。季彦直，你相信过我吗？哪怕一次。季彦直靠向椅背，神情间多了抹索然和轻佻。你觉得你这种人配得上被信任吗？这句话仿佛让季听彻底失望。只见他深深地看了季彦直一眼，然后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餐厅。季彦直看他这副架势，心里不仅毫无波澜，还觉得有点可笑。以前装相还多少几点眼泪，可这次离开连脚步都是轻快的。他要能信就见鬼了。一晃到了睡觉的时间，季彦直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。季总，我联系上徐仁了，他说实验室里不能带手机，所以之前才没接电话。季彦直手上的动作一顿，眸色微变，他在做实验。是的，徐仁还为这事道了歉。这句话在季彦直心头压了下，胸口仿佛堵了什么东西。原来季听没撒谎。季总，那个徐仁最后问能不能要一下2少的手机号。季彦直眉心顿皱，做什么？我看他的意思好像是想跟2少常联系。常联系？这个徐仁总共就待了不到1小时，怎么就一副跟季听很熟的样子了？季彦直下意识觉得对方动机不纯，不给他。结束通话后，季彦直独自坐了很久，最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起身走出书房。同一时间，季听正坐在电脑前，屏幕右下角忽然弹出一个小窗口，捕捉到人体运动轨迹个数1。这是2天前季听给家里监控系统加装的2个软件，一旦有人靠近他的房门，就会被自动捕捉。此时的他看着屏幕上的人，脑袋轻轻歪了下。季彦直这么晚了不回去休息，站在他门口干什么？2声短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房门忽然拉开，2人四目相对。季彦直清了下嗓子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？准备睡了。又是一阵奇怪的沉默。季听只好开口道，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站住！季彦直伸出右手，语气生冷，把你的东西拿回去。季听看去，发现竟然是被收走的车钥匙和手机，他有些意外，怎么突然还给我了？让你拿就拿，废什么话？季听眉心微皱，心里想着，季彦直这么暴躁，难道还在为徐仁的事生气？这句话在季彦直胸口杵了一下，他强硬的把东西塞给季听，然后撇过脸，课你还要继续上，不过放你3天假，除了出去鬼混随便你做什么。说完也不等季听说话，直接拧身走了。季听愣在原地，他望着季彦直的背影张了下嘴，随后发现手机底下还有一张卡，上面还写了密码。季彦直，你给我卡做什么？
么？只见楼梯上的季彦直冷着张脸，不回应也不看他，主打一个充耳不闻。这人到底在别扭什么？季彦直忽然瞪向他，吵死了，回去睡觉，再敢烦我你就小心点。季彦直恶声恶气的威胁完，便转身进了走廊，留下季听一个人站在2楼，真的有病。第二天一早，季听打算去检查一下身体的异样，刚到医疗中心，前台就从电脑调出档案，微笑道：“季先生，您今天是想做全面身体检查，还是其他项目呢？除了脑脊液检查，其他5项脑部常规都做，还有脑底和染色体核型分析。另外，请你再帮我约一位精神心理科的医生。”好的，马上为您安排。2个小时后，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。从报告单上看，大脑还是他自己的，但血型却从 A 型变成了 B 型，这说明身体不是他原来的。几分钟后，他被带着进入精神科诊室。季先生，请坐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你是几岁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？8岁。何医生蓦地抬了下眼，显然这个数字有些出乎意料。阿斯伯格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，通常在婴幼儿3岁之前就会出现明显症状，就算父母不懂，在儿童生长发育的检查中也会被医生发现。你有其他心理并发症吗？中度强迫症、进食障碍和轻度认知失调。何医生敲着键盘记录了一下。社交障碍呢？现在还严重吗？问到这个问题，季听的眉心蹙了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如果我最近能听出一个人话里的冷嘲热讽，还能看出他在闹别扭，这些可以看作是有效改善吗？”当然。何医生笑了下，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表情，你能够直接理解他人的情绪，那就有助于你的社会化训练。季听放在腿上的手蜷了下。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呢？何医生没太理解，你是指我只能感知到某个特定个体的情绪？这种情况何医生还是第一次碰见。那这个人在情感方面对你来说重要吗？